试问谁人留下？雪一出，心和缘分一线之差。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。千言难尽，唯有缘负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分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一生记挂？歌名在喧哗，渡人千台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因为一直在这府上兴风作浪扮鬼的，就是吕嬷嬷您。玄清仙子，你说那扮鬼的人是吕嬷嬷？玄清仙子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老奴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是人不是鬼。你当然是人。夫人，你可记得我们遇鬼那日？那日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你的影子。敢问哪个鬼有影子？那分明是人扮的。即便是人为假扮，你怎么能说那个人是我呢？那鬼走至长廊处便消失了踪迹。我问过魏府下人，这后院至府上各处小门都有人值守，除了吕嬷嬷所住的这间偏院，故而我才推测，那人是逃进了这院子里。至于扮鬼的东西，说不定就在这儿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怎样狡辩？青梅，送。是。和尚，快点盖上！哎呀，好你个吕春莲，装神弄鬼吓唬人，叫得魏家永无宁日。玄清仙子，我们这就召集魏府上下，严惩这个恶奴。夫人且慢，估计你也看得出来，这吕嬷嬷一向是郎主的眼线，负责盯着大夫人。眼下即使我们抓到是她在装神弄鬼，这来龙去脉也去告知大夫人才是。你说的对，青梅，快去请大夫人。是。文慧，我们已经查出来，正是这个吕嬷嬷她扮鬼吓人，我们正要把她拿了去法办。大夫人，可是有话要说。文慧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顾及那个魏县？他这样监视你，还让人装鬼来吓你。夫人莫急，大夫人想说的话，我替她说。吕嬷嬷之所以扮鬼吓人，皆是由大夫人所指使。文慧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魏家后宅皆在魏县掌控之中，这所有的消息无法外传，所以我猜测，大夫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求助。仙子猜得不错，闹鬼求助，也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当初我真不该不听父母的劝告和你们之言，执意要嫁给这个混蛋。20年了，我无一日不是生活在地狱里。
真是没想到，原来你这20年过得这么苦。他说他不喜我与外人交集，我就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他说我愚钝蠢笨，除了他没有人会在意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都听他的，我就乖乖的在家里听他的。有时他一高兴待我极好，只要一生气了就对我拳打脚踢。这个混蛋，他妈的把你打成这样！大男人上居然对说女子下如此毒手，现在他就不是人呐！其实我也曾想过和他和离，可是我娘家失势，他就拿我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。他阻断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他就把我关在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吕嬷嬷本来是派来监视我的，但是吕嬷嬷同情我，就倒戈相帮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来假借闹鬼向我而求助。那既然我已经来了，你为何不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实情，还用鬼来吓我呢？若仪，你性子单纯冲动，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我担心后果难料。你还记得上一回我故意刺激你，希望你能带我逃离魏府，可谁知道那个魏县他回来的这么及时。所以你嫌我冲动蠢笨，所以从一开始你想要吸引来的人并非是我，其实是姚琴，对吧？不还扮鬼来吓我。若仪，你别误会。夫人，魏大夫人此举并非是对你不信任，她太怕了。张怀王妃处理此事向来经验丰富，出其不意，你们手帕之交，不正是喜她这点吗？说得对，姚青本来就是我们姐妹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玩笑之间便能杀伐果断。若是换做她来处理此事，可能早就帮你脱离魔爪了。我真是太没用了。夫人不必气馁，就算你我不是张怀王妃，也定当会竭力帮助魏大夫人脱离苦海的。不会，你相信我。魏大夫人，我能否与你聊两句？不知仙子想说什么？魏县赠予你的镯子，可知它从何而来？玄清仙子表面上是受二娘子所托，实则是为了这个金镯而来的吧？你到底有何目的？魏大夫人尽管放心，我只想知道这个镯子的来历，它对我很重要。即便不知道它的来历，我也会帮你的。为何？同为女子，我对魏大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。我既已知实情，又怎能置身事外呢？仙子所问，定有隐衷。你既是真心帮我，我也当有所回报。关于这个镯子，我的确不知道它的来历。不过家中贵重之物，魏县都会登记造册，注明来历。只是那个账册一直在他的手中。先父乃将作大将，
他生前为我打造了一只百宝箱作为陪嫁之用，婚后就被那个魏县抢了去，就连开箱的活文密码也被他修改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如此说来，即便我拿到这百宝箱，也无任何用处。仙子莫急，百宝箱乃是我的陪嫁之物，也是先父留给我的念想，我定是要拿回的。只要能与魏县和离，按律，他定要将我的陪嫁之物归还于我。届时，他定会取出他的私物，暂存于书房的暗格中。只要到那个时候，不就有机会了吗？和离事关魏府颜面，这并非易事，大夫人可要受些苦了。我这些年吃的苦头还少吗？只要能离开他，就算再吃点苦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受命调查魏县，恩师一案，他也参与其中。这魏县若真是诬陷苏先生的人，那么百宝箱内说不定也有阿兄想要的线索。这于公于私，我都要帮助魏大夫人成功和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跟上。出了何事？有人闯入我房间，他想取我性命。尊驾身为大理寺寺正，却私闯民宅，知法犯法，是何居心？下官深夜归家，路过贵府，听到府中有人呼救，才赶来救援。事急从权，还请魏都使海涵。不过素闻魏都使统兵有法，宅中护卫不少，怎得我一个路人都听见了呼救？直到此刻，魏都使才带人赶来。陆司正和仙子口口声声说有刺客闯入，刺客在哪儿？我们怎么看不到？人就在。说个话的功夫，就让他跑掉了。口说无凭啊！玄清仙子莫不是驱邪未遂，反被邪灵滋扰，心生幻觉了吧？依照本朝律令，妖言惑众，罪当处死。来人，将这道姑拿下！住手！判罪也当是官府之事，岂容你魏都使随意决定？更不容你魏家护卫私自缉拿。刺客虽逃走了，但是我们并未看到有人进驻，想必是趁乱混入了大人部下之中。咱们细细盘查便是。我们将军部下众多，哪有时间陪你们细查？用不着费多少功夫，魏都使，只需你命人把这火把悉数熄灭即可，不会连这点都不愿意吧？魏都使若连这都不愿意，我就只能把这些人带回大理寺调查了。陆司这好大的官威呀！熄灭火把！
就是他。我刚刚在刺客头上撒了磷粉，只要火把一熄灭，很快就能显出来。说，谁命你深夜刺杀我的？魏都使，你竟敢当众杀人灭口！今夜闯入仙子房中，定是见色起意，我以军法处置即可。看来这几日在我魏家装神弄鬼、骚扰女眷的也是此人。闹鬼一事已经水落石出，来人，将此恶贼尸首拖出去喂狗。是。你混入魏府，究竟为何？受人之托，大夫人想要和离，我要留下来帮她。谁想到魏县却对我下如此毒手？魏县受我调查，他自是做贼心虚，草木皆兵。你混进魏府，他定当你是我的人。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我尽力护你周全。阿兄，为何待我如此之好？我凭什么？你唤我阿兄，家人当是如此。有这么好的阿兄，我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，又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追根究底啊？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弹针这缘赠都随风。若风景都尽头，可归与否？一种经度流年，皆心中迷惑。数尽漫漫长夜，可若不追根究底，这心里为何如此不安？我与阿兄到底曾是何种关系？宋夫人先前不是说还要在我家多住些时日吗？怎么突然间要走啊？文慧身子尚未痊愈，我的确不应该离开。但是犬子突然来讯，说是翁父染上了重疾，身为儿媳，实在得回去先行照顾，所以暂且告辞。文慧，等我翁父好一些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原来如此，那宋夫人尽管安心回家，文慧自有我来照顾，不必担心。丁轩，带我送宋夫人出门。魏都使，本仙子自遭袭之后，仙法失灵，未能帮府上消灾解难，只好离府，还望魏都使另请高明。仙子为我魏家尽心竭力，既然你主动请辞，那我也不好强留。丁轩，一并送客。二位请。关门。婉慧呀，你且老实告诉为夫，此番宋夫人到咱们府中走这么一遭，是不是你刻意为之？魏郎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婉慧啊，莫怪为夫没有事先提醒你，你休想离开。
在这个世上啊，只有我是最疼爱你的，也只有我能护你周全。我想逃离我手掌，除了性命不保，还会连累你们整个杜家。我不敢，我不会，你放开我。走，快走，随我去见郎主。过来！夫人救我！殿下，你想做什么？老贼奴，竟然妄想逃脱罪责！郎主，小人刚才发现府院闹鬼之事，定是吕春莲所为。说清楚！小人刚刚路过后院，发现这吕春莲鬼鬼祟祟往外拿着什么，本以为他偷了咱们府院的财宝，便上前搜查，没想到竟搜出了这个。春莲，说，到底是谁教你装神弄鬼的？是我指使他的，不关他的事。果然是你，我早就怀疑过，怎么好端端的府里会闹起鬼来？姓许的那个婆娘又怎么会突然到了魏府不肯离开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，都是你的阴谋！自你嫁到魏家以来，我魏贤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，还叫你那几个姐妹来对付我？我的一片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！在你的心里，终是先求我魏贤出身低微，后悔下嫁于我了。魏郎，我没有。贱人！贱人！骗我！回来！这怎么还没有动静？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母亲别担心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不会有事的。玄清仙子，你说呢？眼下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。夫人放心，如今陆思正和宋公子都在，只会更有胜算。几位，怎么样？快救救我们家夫人，不然夫人就要被郎君给打死了！快走！住手！夫人，危险！让开！什么？堂堂7尺男儿，竟然向弱智女流动手，如此行径，实在令人不齿。文慧，你还好吗？10年了，我都已经习惯。危险！你简直禽兽不如！你竟然对自己的妻子下这么重的毒手！我们立刻上报凉州府，状告魏都使虐待发妻之罪。魏某何曾虐待发妻？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还有文慧身上的伤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哼，那些伤是我娘子不小心摔的，倒是宋夫人以手帕之交的名义蛊惑我妻，身为外人几次3番插手我魏府家事，与我娘子联合弃词诬陷于我，你到底居心何在呀？弃词诬陷，真是好笑。
魏都使，你不会以为今日在场能证明的只有宋夫人母子吧？哼，不然呢？还是就凭你或者陆司正的几句证词，就想扳倒我？还有一人呢。刘一正，请进来吧。文慧的伤势如何？回宋夫人，魏大夫人身上的伤并非一日所成，像是长年累月遭人殴虐，积伤成疾，还需好好服药，痊愈之日尚未可知啊。魏都使，今日有刘一正作证，你还想矢口否认凌虐发妻的事实吗？魏县，你要么今日答应与文慧和离，要么就别怪刘一正，把此事报给官家。你平日装出一副对重病妻子无微不至、不离不弃的样子，就不怕传到官家耳中，判你一个欺君之罪吗？我们走。若仪，我还有话要与他说。文慧，你真的要相信他们吗？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最疼爱你，也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。他们都在利用你来对付我。魏县，这10多年，我就是瞎了我的眼，我被秦爱蒙昏了头脑，才会不听亲朋好友的劝告嫁与你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受你的控制，我要和你和离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一纸诉状将你告上凉州府。我要在公堂之上把你这10多年来的所有罪行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。我要你魏都使在京城声名狼藉，我要你的仕途一落千丈。好，我同意和离。学院，魏县，为了今日，我苦苦等了10余年。我要你即刻就签了这份和离书，在场的诸位都是我的见证。魏县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今夜我要宴请贵客，事关魏府颜面，我也需确保你们不会闹事。只要今夜宴会顺利举行，明日我定将这和离书给你，送你离开魏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将我的嫁妆如数归还，包括我父亲为我亲手打造的那只百宝箱。好，我
给你。贵客将至，陆嗣政和宋公子毕竟是外难，出入我魏家内室，只恐不宜。那我等这便离开。魏夫人，玄清仙子，我们就在府外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派人知会我们。母亲保重。放心。看来你并未与令堂言明你对明书的态度。陆兄也看到了，如今家母与明书相谈甚欢，并无问题。那是因为令堂尚不知你中意的人是玄清，若是知道，他又当如何？陆兄放心，我定会与家母言明，不会让明书受委屈。你确定你能为了一个女子罔顾礼法，与家族抗衡吗？你一直在提醒我与明书不合适，那你呢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明书的兄长，明书知道真相后会如何？你可曾想过？明书生性洒脱，不喜拘束。我陆长今日在此立誓，不以世俗礼法拘束于他。这世间一切美好，皆随他愿。只要明书愿意接纳我，我此生此世绝不负他，至死不变。且慢吧，你们如今是兄妹，你现在说这些，言之过早。殿帅，难得您今夜肯赏脸驾临寒舍，末将不甚荣幸。来，我敬殿帅一杯。魏都使请本帅来府，不只是为了喝酒吧？我们许久未见，本帅听闻。魏都使近日似乎不安于位，屡次谋求升迁。常言道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”魏都使有这份上进之心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只是本帅不知道，魏都使的这份上进之心是于公，还是于私啊？魏贤出身草莽，能有今日，自当竭力报效朝廷。还望殿帅多多庇护。成全魏某这份报国之心。本帅相信魏都使是于公为国，我理应成全。但此事难度颇大呀。殿帅为我大恩征战多年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却久闻您敌视虚位多年，别无侍妾。末将为殿帅备下了一份薄礼，以慰殿帅多年风霜之苦啊！奴家燕赏见过殿帅，殿帅万福。末将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殿
殿帅。严少，好好侍奉殿帅。赵金，将军，将这百宝箱交给夫人。将军莫非真的要和大夫人和离？赵金啊，你也跟了我多年，缓兵之计还不懂吗？文慧她生是我魏家的人，死是我魏家的鬼。属下明白。我总算是能摆脱魏相了。若仪、玄清仙子，真的很感谢你们俩帮我脱离苦海。今日我看到你与魏县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真的是感到欣慰。我仿佛又看到那个20年前勇敢又活泼的文慧回来了。是啊，20年了，我当时也是为情所迷，信了那只豺狼之言，不听父母和你们的劝告。魏大夫人是当局者迷，自然是难以窥得全貌。说的是嘛，凡事都是旁观者清，尤其是这种娶妻嫁人，一定要多听亲朋好友的建议，不可一意孤行。哎呀，你说这话怎么不让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听一听呢？啊，他非要跟那个市井娘子在一起，不听我这个亲娘的劝告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，你说对吧，仙子？是。这一切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相信大夫人将来一定能慧眼识人，不再轻易受他人的影响。已经有了前车之鉴，以后我定然不会了。你能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玄清仙子，我这个人一诺千金，你既已帮我逃离魏家，我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方才大夫人身子不爽快，你们两个去外头请大夫回来瞧瞧。吕嬷嬷，我等奉郎主之命，在此看守书房，不得离开。您老要使唤人，还是去后院寻吧。放你娘的屁！今夜府中宴请贵客，后院哪还有人给我使唤？还有你个猴崽子，你想往哪跑？你们两个猴崽子，要是再敢偷闲躲静，待我禀告了大夫人，把你们打成烂羊头！
曾说过有个暗沟，东边蜀棍。你只要雪雁，怎么回事？少夫就发现了郎主的尸体已经报官了。凉州府办案，勿要喧哗。郎主啊，郎主啊！给我把这府里的每一个人逐一盘查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玄梯仙子，你就是那个自称来自终南山，能降妖伏魔的天玄清。在下道号正是玄清。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，怎么不继续骗下去啊？啊！陆明书，又是你！满天地有情，尘缘不休。随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，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流手。一起于人间，繁华与错。灯熄渐老，姻缘地，因果休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